随着3D 列印技术快速的发展，我相信呢，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数位雕塑它正在慢慢的取代传统雕塑市场。然而，在面临着巨大转变的同时，我相信呢，很多人会忽略掉3D 扫描技术，它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3D 扫描器它对于市场所带来的帮助，以及到底你需不需要使用到它吧。这是2015年的数位原型师阿宝，他手上握着的呢，是他踏入原型师职业的第一件作品，也就是东方魔兽孙悟空。从基本的手绘草稿到实际的油土塑形，并且使用不同的工具来进行雕刻。在创作的过程中，当然也经历过无数次的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如果说是简单一点的地方，我们就只要把它刮掉，然后再稍微修补一下。那当然，如果说遇到严重一点的地方，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用到美工刀，把它整个给它铲掉，然后再重新做雕塑。那在那个时候，为了要做出理想的作品，我们就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神以及空间来去做制作。等一下，你刚刚有听清楚我说的是我们吗？没错，在2016年，我随着我日本的主管从东京飞到中国的东莞。我跟你讲，那里可是世界工厂的集散地。在那个时候，为了要找到良好的供应商，我们拜访了许多的工厂。然而，在拜访这些工厂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原型土模师，他们排成好几排，如同流水线一般，在做着以上我所说的这些事情。在那个当下，我除了非常惊讶，原来我们的工作可以做到如此规模之外，同时呢，在那个时候我还接触到另外一个全新的技术，那就是数位化制程。所谓数位化制程呢，就是将土模扫描到电脑里面，然后对它进行编辑以及修改。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你不但可以省下大量土模修改的时间，同时呢，你还可以快速的将你的模型在电脑里面进行尺寸上的缩放。然而最重要的是，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个现成的产品，你要对它直接进行修改，有了扫描器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产品给它扫描到电脑里面进行重新的设计或者是改造。如此一来，你就不需要花费多余的时间来去做重新建模，并且你也不需要耗费精神来去做工程以及尺寸上的测量，让过时的产品能够有机会再次绽放全新的生命。随着 3D 扫描技术的出现，它不但改变许多产业的制造规则，在缩短工程的同时，它也提升了大量的工作效率。不过啊，在那个时候，随随便便一台扫描器，它动辄就要上百万人民币。在面对如此高昂的价格，导致许多厂商在那个时候纷纷望而却步。那也因为这样呢，很可惜没有赶上时代的浪潮，最后也只能被迫冲击，甚至有些厂商还沉入海底，从此不见天日啊！好，那听到这边呢，大家也不需要觉得特别惋惜哦，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呢已经有许多扫描器的厂商，他们纷纷朝着平民化路线来去做发展。就以现在来讲，假如说有一台扫描器，你不但不需要花费高昂的价格，同时呢，你又可以获得一个超高精致度的扫描模型。那这样你会不会想试试看呢？在上个月，我收到 RiverPoint 开发的全新产品，在经过反复的测试以及实验之后，我认为呢，相较于它亲民的价格，它所扫描出来的品质绝对可以超乎你的想象哦。OK， 这台扫描器呢，它叫做 RiverPoint Pop 3D Scanner。打开包装之后，我们先来看到扫描器的本体。那这台扫描器呢，它主要是针对中型的物体来去做扫描而设计的哦。你看它小巧精致的外观，前面的地方配有双向深度红外线摄像镜头。我跟你讲，只要配有这种红外线的镜头，我都会把它定义为人脸友善扫描器哦。毕竟相较于其他蓝光扫描器对我们眼睛所带来的刺激感，红外线呢，它绝对是会好上许多哦。再来这一次呢，它在镜头的旁边额外添加了一个 RGB 补光灯以及2对深度补光灯。我跟你讲，这样的升级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等一下再来告诉你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哦。背面的地方，它这次更改为 Type-C 的转接孔。再来这次它将控制按键升级成这种触控式的面板，其中呢还额外添加了可以控制曝光的加减键。有了这样的面板，它不但提升了操作的方便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不觉得它整个的质感变得高级许多了吗？好，再来其他的配件，手持握把三脚架，我们一样可以透过上面的快拆头，把它和我们的扫描器去做一个组装。只要听到咔一声，那这样我们的扫描器
就组装完成了。好，接下来其他配件还有一个旋转台，还有这个标记点旋转盘、手机夹具，那上面呢也一样是配有快拆接口。哇，你看它还送你这个扫描模型。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扫描模型先来做测试看看吧。首先呢，我们先去 RiverPoint 的官网上下载最新的 RiverScan 扫描软体。下载好之后，我们直接把它打开。再来，我们把扫描器和电脑透过原厂配置的连接线去做一个连接。等到连接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扫描啦。好，在开始扫描之前，在这边我有一些小技巧，我认为是大家必须要先知道的。首先呢，为了提高扫描成功率，这次 POP 3它额外新增了陀螺仪传感器。那有了这个陀螺仪呢，它不但可以提升扫描的稳定性，同时呢，它还可以有效提高模型拼接的效果。所以啊，在第一次连接的时候，我们只要跟着官方的指示去做一个前后左右的陀螺仪校准。等到校准好之后，我们的扫描器就完成了基本的设定啦。好，再来，在扫描的过程中，如果说你的背景有过多的杂物，那这样呢也会对我们的扫描器产生过度的干扰。那 POP 3它这是在原厂里面有提供这一块黑色的吸光布，有了这块吸光布呢，它就可以遮挡掉其他杂物对于我们扫描器所带来的干扰，同时呢，它也可以更加去凸显我们想要扫描的物体哦。好，再来最后，在前面呢，我有提到。POP 3它这是在扫描器的身上额外添加了4个深度补光灯，有了这个深度补光灯呢，它就可以大量提升对于标记点的捕捉率。所以在这边我会先把原厂提供的标记点给它贴在旋转盘上，这样呢在扫描的过程中，它就比较不容易去丢失我们要扫描的物件咯。OK， 以上几个重点我们都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扫描啦。好，首先呢，我们先把扫描的模型给它放到旋转台的中心位置，再来点选新建工程。在这个扫描页面呢，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扫描的模型。你可以透过滑鼠的左键去对它做一个旋转，或者是透过滑鼠的中键去对它做一个拖移。再来左边这边呢，有一个深度相机，下面这边有一个 RGB 相机。那我们在扫描的过程中，最主要就是看这个深度相机。那现在从这个深度相机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上有一大片红色的区域。那这个红色的区域就表示说，我们的模型现在是处于一个过度曝光的状态。我们可以透过上面曝光设置里面的拉杆，或者扫描器身上的加减键，去对它做一个手动的调整。只要拉到红色区域消失，或者是减少，这样就可以了。那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话，你也可以开启这里的自动曝光。那这样呢，它就会自动帮你调整成正常的曝光设定哦。好，再来，因为我们的模型是放在贴满标记点的旋转台上，为了提升捕捉的效率，右边这个地方我就会选择使用标记点拼接。那在开启标记点拼接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会针对我们贴标记点的地方，以红色的形式来进行捕捉。再来最后一步，我们把模型移动到最佳的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点选开始来进行扫描啦。OK， 现在模型扫描好之后，我们在编辑模式下点选快速编辑，把云点融合还有网购给它打勾，再来点下应用，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一个精致且小巧的模型就扫描出来啦。好，再来，其实说真的，刚刚扫描的那个东西真的是没有什么难度哦。那在前面的地方，我刚刚有提到，这次 RiverPoint 它在 POP 3身上有新增了一个这个 RGB 补光灯。那它开启的方式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先从 RiverScan 左下角 RGB 相机里面点选曝光设置，再来点选补光灯，这样呢，你就可以把它打开了哦。那有了这个 RGB 补光灯呢，它就可以让我们在扫描彩色物体的过程中，能够去捕捉更多的细节。好，那这次我们要扫描的模型呢，就是使用这个。我跟你讲，扫描这个东西可难的哦。你看它的体积那么小巧，而且呢，在它瓶身上又有那么多密密麻麻的文字。好，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POP 3来测试看看，它到底实际扫描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吧。OK， 扫描好之后，为了可以得到更精致的效果，这次 RiverPoint 呢，它在 RiverScan 的软体上做了非常好的优化。好，那为了可以得到更加精致的效果，我们先点选编辑，再来点选这里的手动编辑，在云点融合里面，我们找到这个点距。所谓点距呢，就是你扫描出来模型它点与点之间的距离。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得到一个更加精致的模型，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要使用更密集的点数来去支撑它的细节。那在这边呢，我们把点距给它拉到最小，再来点选应用，稍微等待它一下，你看它整个的细节就出来啦。好啦，那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精致的模型，但是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模型它对于我们电脑所需要消耗的资源会非常的庞大。所以啊，在这边我就必须要删除掉其他多余的部分，来去节省掉不必要的消耗。首先呢，我们这边可以点选旁边的套索工具，
把多余的地方给它框选出来，在我们这边点选删除，那这样它就不见了。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方法太慢的话，在这边呢，你可以点选云点编辑，在隔离项目里面点选这里的检测，这样呢，它就会去侦测你主体外多余的部分。在我们点选应用，这样呢，它就会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删除掉了。你看，这样是不是超级方便？好，那因为现在这个模型呢，它还是处于这个点构成的状态，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要点选这里的网购，我们稍微把它的质量给它拉到最高，再点选应用，稍微等它处理一下，我们的模型就出来啦。哇哦，你看它文字的效果，基本上这些大的单字都已经非常清晰了。那在下面这边一些比较细碎的字，其实你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你看这细节真的很棒包含它上面的这些单字啊，以及它的那个条码。这些都非常清晰。那当然有一些比较深色或者是那种深色大块面积的地方，它就没有办法扫出来。这没办法，因为所有的扫描器对于这种黑色方面，它确实是没有办法那么明显的去侦测到。不过就以现在这个样子来去看，我觉得它整个细节的精致度算是非常的高厉害。好，那既然我们的模型都已经扫描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势必还是要去测量一下它到底扫描出来的尺寸和我们现实的物体是否会有太大的差异性等一下我去找一下我的游标卡尺嘞。这里。OK， 首先呢，我们把卡尺给它打开，再来把它对上，稍微卡一下。你看它测量出来的尺寸是8.01，就等于是81mm，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好，再来我们把我们扫描出来的模型给它导入到 ZBrush 里面去做测量。对了，在这边呢，如果说你不知道如何使用 ZBrush 来去测量模型的尺寸的话，所有教学影片我都给它放在资讯栏里面了，所有的影片都是免费的，赶快去看，赶快去学吧。好，我们现在已经把扫描出来的模型给它导入到 ZBrush 里面了。再来呢，我们点选测量 ，OK，Y 的地方就等于是它的高度81，好准啊！既然它扫描出来的尺寸可以是如此准确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如果想要用这台机器来去做逆向工程的话，那绝对是没问题的啊。好，再来，假如说你今天想要扫描的东西，它的造型更加复杂，就好比说我之前所雕塑的这个孙悟空。你看它的造型其实算是还蛮不规律的，尤其是它这些深缝的地方，哇，这么的深啊！那这样也就表示说，我在扫描过程中，我必须要更加灵活的去调整我扫描的角度，这样子呢，它才可以去捕捉这些零零角角的细节。那 POP3 这是将无线传输的技术升级到 WiFi 6.0，那这样在扫描的过程中，你不但不需要受到连接线所牵制，同时呢，你还可以享受到高效又稳定的无线传输体验。在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先将扫描器和专业版所配置的行动电源握把给它做一个连接，等到扫描器供电开机时，我们再开启电脑的 WiFi 和扫描器去做一个无线传输连接。等到连接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台扫描器，让我8年前的作品再次绽放出全新的生命啦。好啦，在做完这次测试之后，我必须老实说，这次 RiverPoint 它在 POP3 以及 RiverScan 的软体上，它确实是有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做升级以及优化那这台机器，我认为它是非常适合中型尺寸的。假如说你是想要拿它来去扫描模型公仔或者是手办，那我相信呢，它扫描出来的精致度还有稳定性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啦，在影片的最后，我还是要来讨论一下，在面对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冲击时，势必呢会有很多人会开始顾虑，甚至害怕面临被淘汰的风险。那当然，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在刚开始接触全新的科技的时候，你一定是需要花费大量的精神以及大量的时间来去做学习。不管是我今天介绍的3D 扫描器，还是最近大家讨论非常热烈的 AI 科技，我只能说学习的初期它肯定是痛苦的。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得好这一门技术，甚至懂得如何善加应用，那我相信呢，它一定可以为你的未来去铺上更长远的道路好啦，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关于产品的连结，我一样会给它放在资讯栏里面。另外，
如果说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同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想要看我开箱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想要问我什么样的问题，也随时欢迎你在我的影片下面去做留言。我是数位原型师阿宝，我们一样在下一个影片见啦，拜拜。